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哈啦哈哈的耶，谁给你妈妈的毛主席给为啦哈哈哈的耶，哈哈巴扎嘿。北京的金闪闪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精神的太阳。有没有很特别啊？来到藏族同胞这边呢，什么哇？先送上一条白色流纹阵的这个领巾啊，白色流纹阵的领巾是什么呢？这个也就是藏族同胞对于所有外来的人表示尊敬，远道是个哈达就把它送上挂在你的脖子上我相信很多的人江浙人应该都去过中国大陆这样子所在，也看过很多的藏包但是当你自己真正深入到西藏地区来的时候呢，你将可以感受到完全截然不同的西藏之旅。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风马什么风马旗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汉话讲得好，长得也漂亮，而且我们都去外面大城市上过汉族学校，读过高中的，在村里面我们算是文化人，像我们这种文化代表在村里是很受人尊重的。我们村50多户人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资格出来接待你们。之前的几个家庭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每个家庭选出像我这样的卓玛，轮流的接待你们。今天你们轮到我接待，就是到我家参观做客，去我家坐下来喝我大打的那种正宗的酥油茶，了解我们藏族人。如果我讲扎西德勒的话，你们应该正确的回我一句扎西德勒秀扎西德勒秀，扎西的秀进来藏族里面呢，总是要学会的2句语言这其实也不错啦我每到任何一个国家呢，都学2句当地的语言呢，总是有那种就像外国人说你好的意思一样。你们城里面叫这个土豆你们叫土豆来的，我们就不叫土豆，我们叫牦牛蛋。牦牛蛋，对，我们藏族家家户户都有种，其实我们的主食也就靠这个。所以等会你们到我家做客，我也会把我们家自己种的牦牛蛋煮好的拿出来给你们吃。来这边找出来。牦牛蛋。像这边这一片嘛，它是开白色花，下面接的就是白色的牦牛蛋。那边那片开紫色花的，下面就是接紫色的牦牛蛋。你们可以看我们村的房子，我们盖都不用花钱，全部是大城市的人捐钱过来，政府拿给我们自己盖的，所以1分钱都不用花。大家小心一点注意安全。我们这里嘛，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是不用下地干劳动，不用干活的，下地干劳动干活全部都是卓玛干的。卓玛这么辛苦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子的，告诉大家。那扎西他们从小嘛要学习很多东西，像盖房子的要会，做手工艺的要会，绘画图案也要会。那平时家里农忙季节嘛，卓玛在家里干活，他们就可以出去给人家盖房子打工挣钱回来贴补家用这样。那你这样一块可以煮一顿饭吗？煮不了，要几块。要几块？那要几块？对，现在就是我们这里比较最热的月份嘛，告诉你们，只要早晨起来不下雨，老人没事就会到地里面去。看到吗？这就是藏族同胞居住的模式，居住的样子。藏族同胞跟着我们一起介绍藏族的住宿方式如果下一次
你们再有机会来西藏，就是像前段时间有客人他们自己开着车带着家人的那种，就可以到我家来做客，来吃来住都没关系。我家不是旅馆，吃住不会收你们钱的，就是我们吃什么你们跟着吃，不要嫌弃就可以。我们这里的房子是政府统一规划修建，怎么拍没有关系，但是到了家里面以后就不可以拍照。我们藏族人有信仰，老人觉得家里重要的东西都会送到庙里请活佛开光加持，开光以后的东西不可以拍照。你们今天来我家做客，我很高兴，会很热情的接待你们，对你们要求太多没有，只希望你们做到一点，就是入乡随俗，尊重就可以了，好不好？对呀，有听到吗？入乡随俗，也就是我们说的入境随俗哈。出国在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你不能入境随俗哈。当你不能入境随俗的时候呢，就感觉格格不入哦。就像呢，你娶了一个媳妇来哈，她没有办法融入你们的家庭，对吧？哦，你就会觉得格格不入哦。有时候呢，就像你到别人家拜访一样了，你不能够入境随俗呢，你也会格格不入哦。讲起来非常简单的4句话，4个字啊，入境随俗啊，入境随俗啊，4个字没错啊。但是呢，其实做起来，我跟你讲啊，真是大有学问啊，不遐简单的代志哈。有的人干嘛做简单了，其实我干嘛呢，真正的不遐简单哦。就入境随俗呢，这边走起来啊，需要很多很多的功力啊，从这几年来啊，我打遍世界呢，带着旅游团体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都一样啊，感受到的哈就是不一样的情况啊。现在有看到这个吗？这个有没有感觉到有点朦胧美的感觉？这个就是金幡，这个呢，也就是呢他们最有名的风马旗，也代表了5行金木水火土，有没有啊？我前面都有在介绍了风马旗，挂这个插挂金幡啊，祈祷上面写的吽妈咪巴比吽6字真言啊，那现在有看到的啦哦。哎呦，你看天空这么的蓝呢，西藏只要你能够克服掉自己，就像这一个画面一样，慵懒的小狗，蓝色的车，蓝色的天空，好舒服，感觉就是很棒。看你妈妈跳得多好！应该穿个藏装。我就知道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每一年来藏的游客啊，那么在我们10年的时候来进行的一个统计，大概呢是有1200多万的游客。我这个怎么办？我头也痛，胸口也闷，还想吐，还会拉肚子，然后嘴唇和指甲都会发紫。这其实的话呢，都是很正常的一种高原反应。你看我们来了3天了以后，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就比我们来的第1天、第2天
要感觉到要舒服一点。这个的话呢，就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情况。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去到珠峰大本营，但是昨天大家的一个表现还是很让导游觉得非常的欣慰。有感觉吗？有感动吗？有漂亮吗？这里是西藏，一直强调的西藏啊，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哈。那我们前面介绍了藏族人喜欢围绕着寺院转经啊，我们也介绍了天葬撒风马啊，风马旗，再加上呢金幡，还有玛尼石，路边的那个堆起来的石头哦，还有包含了一年长达300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日照，跟高雄西藏特殊的符号6字真言，这样子，你对西藏有没有多了一份了解啊？真的啊，对西藏多了一份了解，对西藏呢多了一份感动呢。我们看了那么多的西藏，所以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山川地理的环境不同，形成了全世界各地不同的风俗跟习惯，展现出民俗对自然环境强烈的适应性跟选择性。雪域的高原，虔诚的信仰，这些古老的习惯，神圣而神秘。来到这边，你是否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藏族文化？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中国大陆的旅游，是不是在此刻你会忽然间感受到，哇哦，我今天终于特别了解到什么叫做金幡，什么叫做撒风马，风马旗又是什么？你看右边又是了哈，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字又是什么呢？这一些希望在你这一趟来看西藏之旅的时候呢，你能够对西藏有更深层的了解，而不是只是听到了来到西藏，哇，是不是会有高山症啊？高山症该怎么办？吃威尔刚，还是呢，赶紧的跟了红景天跟家哦？所以对头前对高山症开始讲起，讲到后边西藏的一挂习俗，有时候制作节目啊，就跟考试是一样的哈。就是一直背、一直看、一直了解哈。很多人常讲说，哇你哪知影遐济？甚至很多人讲过说，这个带团的人，敢拢每一个所在拢去过？当然不可能啦哈。这个带团的人，因为全世界拢行了哈，哇，那么的财产那么的几亿的哈，杀出来开安尼哈，当然是不可能啊。这个人伊上大目的是啥？上大目的是啥最大的目的呢？当你出来在国外了解的时候，带团的人其实呢事先做了功课，事先上了课，其实是很多的哦。就像每次每要录一档节目的时候呢，要录一集节目的时候呢，我可能呢需要看书看了2-3个小时以上甚至呢后置剪接一个节目的制成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当然经验也有了哈。这就是不容易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天葬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一路上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地方现在我们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目的地呢，在经历过这一些路上之后呢，羊卓雍措这一个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水，蓝色的湖极度不真实的梦幻景地这种人间仙境，当然呢就要经过一番的寒彻苦爬到这个藏区最上面来除了最让人期待的人文风景，布达拉宫自然的美景呢，就属于羊卓雍措了羊卓雍措也拥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水葬台，在雪白连峰跟雅鲁藏布江的旁边，藏族的这个葬仪就是埋葬的方式，头前有讲过，塔葬、灰葬、天葬、土葬、水葬拢有塔葬是最高等级的水葬呢是最低等级的啦那来西藏呢，除了呢抱着旅游的心情之外呢，很多人对于藏族同胞的认知呢也不太一样，是带着净化的心理呢，来到这个神圣美丽的青藏高原看到了它整片的景色的非常的美丽在藏区呢，还有一个
旅游上面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文物之外呢，还必须了解到一件事情在藏区呢，你若看到挂这个红色、青色布的牛甲羊。这个区域呢，你袂使甲挂因为这个所在呢是藏民祭神祭品就是这个所在呢，伊藏家的牛甲羊呢，这是要天神寄来啦，天神寄的就是像呢，就是伊的老鹰秃鹰这秃鹰呢都来食这羊甲牛所以当这个所在挂红色的甲青色的布你袂使甲挂这就是因的神教而且都无经过同意，你嘛袂使清彩行入庙内底这真侪所在是无啥相共的。吼来啊，今嘛来到这里羊卓雍措哎呦，这个名字特别这是藏语所翻译过来的美吧真的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美除了美之外呢，看看等一下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水葬。来到西藏之后呢，你对于死亡这件事呢将豁然开朗而不再畏惧在西藏，死亡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情呢？当地的藏民也用最自然的方式回归自然。所以呢，你也在慢慢的看到呢，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除了死亡无法选择之外，人生当中你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选择。这个就是藏民的心态。哎呦，獒犬这个獒犬呢，不要看它可爱哈几下呢，什么都没了还有这个牦牛，来，我们现在来到了人间仙境，羊卓雍措最美丽的湖水。算一下这里有多少人民币在奔跑。我这个要照顾好。我刚刚前面有提到了在羊卓雍措这附近呢，就拥有了一个水葬台这个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什么好怕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打算活着回去这句话很有意思当你视死如归的时候呢，就是干掉神的等级了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这个在藏族语言当中呢，他们永远都在讲看到了这个玛尼堆就是把石头堆起来祈求你的愿望。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你在堆它的时候呢，特别留意特别小心你看呢，这一只獒犬藏獒犬有没有看到然后还有看到羊卓雍措有没有这五色旗子风马旗来继续呢驾车看着雪白连峰继续走在经幡绕道的路上。生命的开始与结束你在跟藏族语言或是进入到藏胞的家族跟他们谈话当中呢，你会一直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呢，藏族人民呢，他们对于死亡的谈论呢，其实在当因普通寻在你开讲的口中不避讳不忌讳所以我都讲到头前因一个真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人的一生当中，除了你生出来了，你要走一天你无法度选择以外呢因为你要走啦一个人要走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呢，真的你可以选择吗？你可以改变吗？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这一刻你是无法改变，你是无法选择的。但是人生生活的态度，
你如何来这个人世间这么快乐的生活，这个是你可以改变的，你可以选择的，这也就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藏族同胞的这一句话呢，非常非常的好哦。
整个地方叫做卡罗拉冰川，这个所在是西藏离公路上界近的冰川。卡罗拉冰川嘛是来西藏佚佗，一定会停下来，因为以前伊离这个公路上近比较好抵达。卡罗拉冰川的名气响亮，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山头矗立在你眼前也因为蓝天，也因为这些白山显得格外的闪亮。你看那个日照，为这些藏族同胞们呢带来黝黑的皮肤。我看那边蜿蜒的公路上都要一路有看到我的恭维嘛，看到风景，有没有感觉到目不转睛啊？小朋友很天真的，很纯真的虽然不知道他长大会变什么但是看到小朋友纯真天真的一面，总是会觉得你看人生多棒啊！后面这座雄伟的山呢，叫做金刚山，山不是山山为卡罗冰川的发源地。金刚山树立了10余座的6000公尺以上的山它都看了后边弄6000几公尺以上的山那金刚山也是西藏4大雪山之一，终年积雪蕴有上百条的冰川。卡罗拉冰川就是目前面积最大的冰川，后面来自于的叫做金刚桑，桑树的桑不是我台湾国语从羊竹雍措一路来到了卡罗冰川，跨越433千公尺的斯米拉山口，来到了卡罗冰川。现在我们又离开了卡罗冰川，虽然因为温室效应，冰川不断的往前移，但仍是西藏公路旁边最容易遇到的一个地方。但也很可惜，因为西藏它开通了公路的关系，公路上的车程慢慢的呢，让这个冰川呢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白了尤其是呢，在这附近呢，因为很接近公路，所以呢，自然而然它也就吸引了非常多的观光客驻足停留在这个地方。接近到冰舌处，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到冰川，一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田园的收割、耕作、稻田，在高纬度、高海拔的地区。看到这一些四季不同的变换，看到西藏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的景色，似乎带有一点瑞士的感觉，有吗？又带有一点少数民族的风情，似乎又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也就是西藏吸引人的地方。8月份，也就是西藏一年有12个月，全世界一年都有12个月啦。西藏的8月到9月是来西藏旅游，据统计啦，含氧量最高的一个季节，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来西藏这里。我常讲保有健康的身心，调整完善的作息，拥有一颗快乐的心，其实就具备了你来西藏的基本要素跟条件了。我们现在继续欣赏西藏一路上，不管是风景也好，或者是藏族民俗的生活风情，都可以来看看吧。
山里，而不会呢说在半山腰或者呢是在山脚下。因为呢在进行天葬的时候，那么除了他自己的家人，除了我们寺庙的僧人，还有呢我们的天葬师，那么普通的人呢是不允许观看的啊，是不允许观看的。所以的话呢，它会非常的高。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它会在距离老鹰和秃鹫能够呢迅速的过来，知道呢这边有东西吃啊，知道这边有东西吃。那么看一下呢，我们这一个天葬台上面，它有呢白白的一条道路，在这之前的话呢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道路的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道路的。这一个道路的话呢是后面，那么